iQOO 11S、小米13，那这两台手机也算是竞争对手了吧？那今天就来看看他们的表现。iQOO 的手机之前我们还没有聊过啊，今天就来看看它新出的iQOO 11S 的表现怎么样。还有呢，就是之前去苏州拍了好多照片，还有一部分没有放出来呢。哎呦，对了，那老观众别说是哪台手机拍的啊，因为我们的节目一直鼓励大家参与到摄影中来。那摄影环节的照片啊，是台手机就能拍，您的手机也能拍，关键是要参与到摄影中来哦。前面的照片不光这两台手机能拍，是台手机就能拍，关键是您要参与到摄影中来。欢迎收看 ZPH， 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，因为这样对我们的帮助可非常大。那下面就来看看他们在影像方面的表现呗。整体的后摄配置，两台手机都是3颗镜头，主要的区别呢就是中长焦镜头这块。iQOO 11S 是一颗2倍的中焦镜头，小米13呢是一颗3.2倍的中长焦镜头。现在是 iQOO 11S 的拍摄界面，有3个焦段切换按钮，对应就是前面的3颗镜头啊，主摄、超广角还有2倍的中焦。小米13的拍摄界面有4个焦段切换按钮，但是2倍呢是主摄的数码变焦啊，它没有2倍镜头。现在是 iQOO 的能选择默认模式跟自然色彩模式。小米在左上角呢是可以切换徕卡经典跟徕卡生动2种模式的。现在就是 iQOO 的2种色彩模式的对比，默认模式呢看着更鲜艳，自然色彩呢看着更沉稳。现在是小米2种色彩模式的对比，同样的徕卡生动呢看着更鲜艳，徕卡经典呢看着更沉稳。不过我们的对比啊，对这些色彩影调啊不是很关心，我们更关注的是不可更改的，比如说光学素质啊，还有解析力等，这些呢更代表了设备的制造成本，是你花的每一分钱值不值。那下面呢，我们就来正式对比两台手机了。我们还是先从主摄开始对比。两台手机的主摄从参数上看呢是非常接近的，就是光圈的大小啊稍微有些区别。实拍样片用的都是默认设置，小米那边是徕卡生动。中心解析力方面啊，仔细看的话，好像是 iQOO 的解析力更高哦。那是不是锐化的原因呢？你们仔细分辨啊，锐化是不能平添细节的啊，仔细看。镜组的光学质量，也就是变焦画质把控方面呢，iQOO 这边虽然说子片更多啊，但是整体稍微强一点。再看一组对比，这回中心解析力两边就没有什么区别了。仔细看呢 ，iQOO 呢还是稍微有一些锐化的。那看来 iQOO 啊主摄解析力的优势啊并不能保持啊，两边是差不多的。再看另一边的变焦画质把控啊，也就是光学质量方面呢，还是 iQOO 的镜组更好一些。两台手机都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。那颜色方面呢，小米的更好看一些，我个人认为啊。那前面默认模式呢，其实也是小米的稍微好看一点儿。高清模式呢，那小米就加一更字了。那解析力方面呢，光学分辨率上两边是差不多的，但是暗部细节呈现还是 iQOO 的好。再看超广角镜头，从参数上说呢，是小米更占优，像素是小米的更高，视角也是它更宽广，而且感光器大小呢也是小米的更大，虽然说也没多大吧。实拍样片，你们更喜欢哪边的色彩呢？可以发表一下你们的意见啊。但是视角呢，就是小米更宽广了，这个红边就是 iQOO 拍不到的范围。中心解析力方面，确实是小米的更清晰一些。那毕竟 iQOO 那边只有800万像素嘛。镜组的光学质量方面，也是小米的更优秀啊。小米的视角更宽广，而且它的变焦画质把控也更好。再看一组超广角的对比，中心解析力方面，仔细看还是小米的更优秀啊，但是并没有800万跟1200万像素的差距那么大。镜组的光学质量方面，依旧是小米的更优秀。那看来在超广角方面啊，小米比 iQOO 更上心一些。
微距拍摄现在的手机一般都是用超广角来拍，但是他们俩呢都是用主摄的数码变焦来拍的。iQOO 这边虽然说有一个专门的微距选项，但是呢它也是调用的是主摄带数码变焦拍摄。小米呢你可以直接选择2倍或3倍，在近距离的时候它也会切换到主摄用数码变焦来拍微距，效果呢看起来小米的放大比大一些啊，但实际放大看的话，两边的细节呈现是差不多的。再说中长焦镜头，iQOO 11S 这边是2倍的中焦镜头，没有光学防抖啊。小米那边呢是3.2倍的中长焦镜头，有光学防抖。对比呢还是先从2倍开始，iQOO 这边是2倍的光学镜头，小米的2倍呢是主摄的数码变焦。放大看的话，仔细看还是 iQOO 的更清晰一点啊，细节更多。现在是3.2倍的对比了，iQOO 这边就是数码变焦了，小米是光学镜头啊。解析力方面，小米的更强。再看一组10倍的对比吧，两边都是数码变焦了。解析力方面啊，两边是都不咋地，那矬子里边拔将军呢，还是小米的更好。再说前摄的对比，先看自拍的效果，两边要单看的话呀，效果都不错。小米那边看着更亮堂，iQOO 这边看着更自然。我个人更喜欢 iQOO 这边的效果啊。有喜欢小米那边的吗？那我估计你可能更喜欢白嫩的吧。前摄录像的效果 iQOO 这边就不怎么好了。首先我17岁的容颜拍的有点太老了，还有就是 iQOO 这边的防抖没有小米的好。再看人像拍摄的对比，用的就是手机人像模式里的默认设置，没有调其他的啊。我个人呢还是喜欢 iQOO 的效果，小米那边单看其实也不错啊，也挺有一番味道的，就是肤色方面啊没有 iQOO 的精致。再看宽容度的表现，先看第一个场景，主摄的表现小米的更好一些，因为暗部呢能按得下去，而且还有细节。那超广角的表现呢，从细节呈现上说两边差不多，但是颜色 iQOO 这边是没有小米好的。下一个场景，这回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，两台手机的表现都很不错。第三个场景，主摄在亮部细节呈现上出现了差别啊，放大看得更清楚啊 ，iQOO 这边的表现更优秀，超广角也是如此。再换一个场景，主摄跟超广角这回在暗部细节呈现上是有差距的 ，iQOO 的更优秀。可惜的是，又换了一个场景 ，iQOO 的优势又消失了。这回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，在观感上啊，肯定是小米的更优秀了。再看夜景拍摄啊，先说一下 iQOO 现在这台手机，它是不能关闭自动夜景的。那么这点呢，对于有孩子有宠物的朋友，在暗光下拍摄的时候是非常恼火的。那我希望 iQOO 呢能像 vivo 一样，尽快的加入一个关闭自动夜景的选项啊，别老让手机替用户做主。而小米的手机很早就有关闭自动夜景的选项啊，这点非常好。那先看夜景测试的第一个场景，主摄的表现虽然说小米是直出 ，iQOO 这边是自动夜景。但是亮部跟暗部的细节呈现啊，两边可以说差不多。但超广角的表现嘛，亮部细节呈现就是 iQOO 的好了。那毕竟它是自动夜景嘛。现在是中长焦的夜景表现，那无论是2倍还是3.2倍啊，亮部细节呈现都是 iQOO 的更好。其实小米啊，应该把直出的夜景做得再好点，毕竟别人也有做得好的嘛。不过小米这边呢也不用着急，小米有直出，呈现的速度非常快。在这种大光比的场景呢，还可以把自动夜景打开。打开之后的成像效果就非常不错了，但是 iQOO 那边呢是不能关闭自动夜景的，用户是没有选择的。像这样的场景也是如此，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，小米这边想拍快点就关闭自动夜景，想拍的好点呢就打开自动夜景或者开启夜景模式。那总之呢，小米的用户是有选择权的。不过到了真正暗的地方啊，就都要打开夜景模式了，这个时候就要看厂家的软硬件配合水平高低了。那祖传神助场景，iQOO 的表现更出色，超广角的表现两边半斤八两。减震器场所，主摄的表现差别还是非常大的。放大看的话，细节呈现明显也是 iQOO 这边的更强。超广角的表现两边依旧是半斤八两。最暗的场景，祖传神助 Pro， 主摄的表现不用放大就看出高低了。超广角呢，两边还都是差不多。视频录制用的就是手机的默认设置。如果用微信的社交软件录制呢，也是这个效果。现在是主摄白天走路手持的表现，两边的颜色差别还是挺大的，但是防抖跟清晰度呢都挺好。现在是超广角的表现，主要的区别呢是颜色的区别啊，还有天空的区别比较大。小米这边看着更好看一些，防抖跟清晰度两边还是差不多的。现在是2倍录像的表现，颜色两边反过来了啊 ，iQOO 这边有点蓝，小米那边有点黄了，防抖跟清晰度呢两边差不多。现在是3.2倍的表现，清晰度两边都不错，防抖小米那边也太稳了。iQOO 这边呢，其实防抖也是不错的。
现在是主摄夜晚的录像表现，iQOO那边的整体表现更好一些啊，暗部细节呈现啊、防抖，还有鬼影的控制。小米那边鬼影有点明显，那超广角的表现两边就半斤八两了。现在是2倍端夜晚录像的表现，那小米那边呢噪点多，但是解析力更高，就是鬼影有点明显。现在是3.2倍端录像的表现，那小米呢也不用3.2倍镜头拍了，用的是主摄数码变焦拍的，可以看到鬼影也是比较明显的。工业设计方面，如果 iQOO 11S 是一台黑色的版本的话，那应该看起来比现在更素一些啊，更端庄一些，但是它肯定没有右边小米13看起来更素。两台手机的大小肯定是 iQOO 11S 更大了，厚度方面呢是小米13的更薄，但是后摄凸起高度啊也是小米凸的更多一些。屏幕的效果在我户外使用中呢，感觉都没有问题，也都挺细腻的。硬件的性能还有参数，我这边不是很在行，我们是聊影像的节目。那下面我们就直接总结他们在影像上的表现。那先说白天的表现，主摄两边差不多，超广角小米13的更好，中长焦呢也是小米13的好，微距两边差不多。前摄自拍 iQOO 11S 的不错，前摄录像小米13的不错，人像 iQOO 11S 的更好，宽容度两边差不多。夜景的表现，极暗环境是 iQOO 11S 的更好，但是它不能永久关闭自动夜景，很讨厌。录像白天两边差不多，夜晚 iQOO 11S 的更好。OK， 到结尾了，看完前面内容，希望可以在选择方面为您提供一些帮助，也希望您能喜欢我们的节目啊！记得点赞加关注，支持我们，因为这样对我们的独立发展非常有帮助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